我們常說，錢能解決大部分問題，只有一小部分問題需要更多的錢來解決。但很少有人追問，那一小部分問題到底是什麼？就是讓我們之所以成為人的根基，是教育裡的公平，是司法裡的平等，是愛情裡的真誠，是尊嚴裡的不可量化。可現在，一種危險的邏輯正在蔓延，試圖把世間萬物都變成市場化。市場的核心是交易，但交易的前提是双方平等，資源可替代。你買一瓶水，我賣一瓶水，你可以換家店，我可以換個顧客，這是健康的市场邏輯。可當交易對象變成教育機會、司法待遇、人的尊嚴時，平等和可替代的前提就不存在了。我們總說，教育是階層流動的通道，可當通道可以用金錢購買時，這條通道就成了 VIP 專屬通道。美國《華爾街日報》曾統計，哈佛每年錄取的學生中，有 10% 左右屬於傳承錄取或捐贈相關錄取。簡單說，就是父母是校友或給學校捐了巨款的孩子。2019年曝光的美國高校招生舞弊案裡，有富豪花50萬美元偽造孩子的體育特長生身份，還有人直接給中介650萬美元，讓女兒空降斯坦福。這不是個別案例，而是一種隱性規則。中國某留學機構曾洩露過一份名校保錄清單，明確寫着常青藤學校保錄需捐贈1000萬美元起，英國5所頂尖名校需200萬英鎊起。更觸目驚心的是國內的情況，某2線城市重點高中2023年有12個自主招生名額，最後錄取的學生中10個家庭向學校捐贈了實驗室或圖書館，最低捐贈額是80萬元。而那些分數遠超錄取線卻沒背景的學生，只能眼睜睜看着名額被搶走。這裡的核心問題不是富豪想讓孩子上好學校，而是金錢正在瓦解教育的本質。教育本該是基於能力的篩選，是給每個努力的人公平機會。可当它变成基於財富的兌換，教育就從培養人變成了篩選資源所有者。就像把馬拉松比賽改成誰花錢多誰先跑，那所有的訓練、汗水、堅持都成了毫無意義的自我感動。還有正在被市場化的司法領域，法律的核心是平等，不管你是富豪還是乞丐，在法律面前都該被同等對待，這是司法的公信力來源。可美國多個州的監獄推出的分級牢房，直接把這種平等撕得粉碎。以亞利桑那州的馬里科帕縣監獄為例，普通牢房是8人間，人均空間不足2平方米，沒有空調，夏天溫度能到40攝氏度，飯菜是冷的預製餐。而商務牢房82美元一晚，單人單間，有空調、電視、獨立衛生間，還能點外賣，使用平板電腦。有記者暗訪過這種商務牢房，發現裡面的犯人大多是經濟犯罪的商人或輕微過失的富人。一個因偷稅漏稅入獄的老板說，我花了不到3000美元住了36天，除了不能出門，和住經濟型酒店沒區別。可另一邊，一個因盜竊食品入獄的流浪漢，在普通牢房住了20天，出獄時體重掉了8公斤，身上還有被其他犯人打過的傷痕。這種花錢買待遇的模式，本質是司法懲戒功能的失效。懲罰的意義就是讓你不舒服，讓你敬畏規則，從而意識到自己行為的錯誤。可當有錢人能用錢買舒服，懲罰就變成了付費體驗，規則對他們來說就不再是底線，而是可以花錢繞過的障礙。這時候，法律就從保護所有人的盾牌變成了保護有錢人的特權。去年，印度曝光了一起绝育手術補貼事件，當地政府給貧困女性每人5000盧比，約合60美元，鼓勵他們做絕育手術。官方說這是可以自願選擇，不是強制規定。
可記者調查發現，這些女性大多是日薪不到100盧比的體力勞動者，家裡有生病的老人或上學的孩子，5000盧比是他們半年的收入。一個32歲的女性說：“我不想做，但我兒子要交學費，我丈夫的腿斷了，不能幹活，我沒有別的辦法。”原來，這不是自願，是經濟脅迫。當一個人的生存需求都無法滿足時，所謂的選擇只能是被迫接受。同樣的邏輯還存在於器官買賣中。全球黑市上的腎臟80%來自發展中國家的貧困人口。2022年，菲律賓警方破獲了一個器官走私團夥，發現他們給賣腎者的報酬是2萬到5萬美元。在倒手把腎臟賣給發達國家的患者時，價格高達20萬到50萬美元。有個25歲的越南青年，為了給母親治病賣了一個腎，拿到3萬美元。可術後併發症讓他再也不能幹重活，母親的病也因為後續治療費用不足復發。他說：“我以為賣腎能救媽媽，結果我們倆都毀了。”而買他腎臟的是個美國商人，術後3個月就恢復了正常生活，還去非洲度假了。這裡的自由交易本質是用生存權換健康權，窮人用身體的一部分換活下去的機會，富人用金錢換延續生命的可能。還有代孕，也是變相把身體商品化的剝削。全球代孕市場的規模已經超過200億美元，而代孕母親90%來自發展中國家或發達國家的貧困階層。烏克蘭曾是代孕天堂，那裡的代孕母親平均能拿到1.5萬到3萬美元，而客戶支付的費用是10萬到20萬美元，中間的差價全部被中介賺走。這些代孕母親大多住在中介提供的宿舍裡，被限制出門，定期接受身體檢查，就像生育機器。有個烏克蘭代孕母親說：“我懷孕7個月時出血，中介不讓我去醫院，說孩子沒事就好。後來我早產了，孩子只有1.5公斤重，中介把孩子抱走給客戶，我都沒來得及看一眼孩子。而客戶呢？他們大多是歐美國家的富人，因為不想自己懷孕或有生育困難，就花錢找代孕。代孕被包裝成生殖自由，可這種自由只屬於買方。買方有選擇是否生育的自由，有選擇誰來代孕的自由，而賣方只有用身體換錢的自由。醫療領域的黃牛號更是把需求和需要的混淆推向了極致。比如一個有錢人想掛專家號做常規體檢，可在黃牛的操作下，用軟件搶號，雇人排隊，再以10倍到20倍的價格把號賣給有錢人。真正需要的人只能望號興嘆。北京某3甲醫院原價150元的心臟科專家號被黃牛賣到3000元。有個患者家屬說：“我父親心梗，醫生讓我們找專家會診，我排了3天隊都沒掛上號，最後只能花2800元從黃牛手裡買了一個。”醫院本該是救死扶傷的地方，可現在卻成了按錢排序的市場。有錢就能先得到救治，沒錢就只能等。我們都習慣了婚戀市場上用學歷、收入、房產這些明碼標價的硬性條件，把人分成3、6、9等的商品來評估。婚姻不再是愛情的產物，而被視為戰略型經濟合作。即使遇到已經達到硬性指標的結婚對象，也要看對方的資產是否還有增值空間。就算離婚，也要把財產分割是否划算提前想好。新生兒的出生率年年刷新最低紀錄，太多人因為負擔不起孩子的成本投入，不得不選擇丁克的生活方式。不是不想生，而是因為你有多少財富、多少資源、多少可利用價值。就像評估一名公司職員能為公司帶來多少利潤，評估一名學生能扣多少分，評估伴侶每月能提供多少錢的生活費。更危險的是，這種思維模式會讓階層躍遷陷入惡性循環，就是有錢人更有錢，窮人會越來越窮，世代沒有翻身的機會。
有錢人的孩子從小就能買到最好的教育資源，長大後能通過捐贈、人脈進入名校，更不用為找工作發愁。窮人的孩子就算再努力，也可能因為沒錢上補習班、沒錢買學區房，而被擋在優質教育的門外。這就形成了一個閉環，富人用金錢積累更多資源，窮人因為沒有資源只能更窮。當這種價高者得的思維邏輯滲透到社會的每個角落，我們失去的不只是公平，還有人性。我們下一代的價值觀會被重塑成什麼樣？我們再回到開頭的那個問題，你覺得那一小部分要用更多錢解決的問題到底是什麼？好像這世界不能用錢買到的東西還真是越來越少了。但有些東西真的就不能被標價，就像我們不能用金錢衡量母愛，不能用金錢買回逝去的時間。如果你也想到有什麼是不能用金錢衡量的，歡迎到評論區告訴我。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內容，看懂了點讚。希望本期內容對你有用，歡迎訂閱，更多分享。下期再見。